一个法医的观察力究竟能有多强？他只是看了一眼地上的鞋印，当即便推断出凶手肯定在现场背走了一个人。重心后移，鞋印偏深，受力均匀，这说明他可能还背着一个人。然而就在他跟韩队推测被背走的人是谁时，站住，别跑！韩风闻言便立马就追了出去，不过齐思哲却并没有放弃寻找线索，而是通过脚印一路寻到了外面，并通过遗留在隔离栏上的血迹，直接找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洞穴。只是等他走进去查看的时候，结果却让他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。原来刚刚一个浑身是血的女孩突然逃到了村口，并不停地敲门求助。虽然猪肉店老板看到她的样子后，便立马就将其扶到屋内，并给她拿了食物跟水，可无论老板问她什么，女孩从始至终都不肯说话。于是无奈的老板只好打电话报警求助，让女孩安心到这里等待。可结果他挂断电话没几分钟，屋外就突然传来了敲门声。尽管女孩立马拉住老板，祈求他不要开门，但老板却误以为对方是警察，竟不顾女孩的阻拦就打开了门。我眼睛！还没等老板反应过来，门口的黑衣人对着老板就又是一顿输出。等他彻底丧失抵抗能力后，黑衣人便用桌上的骨头直接刺入进了老板的心脏。然而当警方赶到现场时，却只发现了老板的尸体，并没有发现报警电话里说的女孩。起初韩风还以为老板是被女孩杀的，可结果齐思哲只是看了一眼凶手遗留的鞋印，当即便推断出女孩是被凶手背着离开的。于是齐思哲立马通过鞋印来到了后山，没想到这里竟有一个极其诡异的山洞，这里不仅四处都挂着人简，而且似乎还有人居住过的痕迹。齐思哲立马拿出手机准备通知其他人进来，可结果却发现手机在山洞里居然没有信号。不过好在这时追出去的韩风终于追到了黑衣人，然而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，对方仅仅只是一个偷东西的小毛贼。不过好在凶手行凶的时候，他刚好在床底看到了全部过程，所以韩风便立马将其交给了同事，而他则和赶来的驻队寻找齐思哲，并通过齐思哲在岔路口留下的标记，他们很快就找到了齐思哲。韩风本想上前斥责对方为什么要私自行动，结果却看到他的身上居然有一个蜘蛛。起初他本打算用手将其打掉，却没想到齐思哲竟直接拦住了他，并示意一旁的驻队用手电将其打掉，因为他知道这就是世上最毒的漏斗蛛，一个成年人如果被咬15分钟内就会死亡。即便这样，韩风却依然叮嘱他以后千万不要一个人行动。然而齐思哲却带着他们去看了他刚发现的人简，于是众人便立刻将其给取了下来。不会每个钱里都有个人吧？虽然等他们撕开人俑的时候，发现里面只是一个人偶，但人偶肚子里却装满了内脏。可还没等他们搞清楚这些内脏是属于人的还是动物的，不料这时里面的同事竟又有了重大发现。前面我们发现一片新的开阔地，上面有人简，不确定是否有真人，我们需要你们的支援。众人闻言立马跑过去查看，结果顿时就被眼前的一幕给吓傻了。一张巨大的蜘蛛网旁边不仅吊着无数个人俑，而且还吊着各种动物的尸体。起初大家本以为这些人俑会跟之前一样只是一个恶作剧，不料当人俑落地的一瞬间，他们立马就又发现了不对劲。于是齐思哲立马带人过来查看，可结果当他剪开人俑的一瞬间，发现里面包裹的竟然是一具女尸。这不是人偶，